美國空軍公布了一份最新的預算規劃，未來5年將撥款數億美元，專門用於 B-1B 槍騎兵戰略轟炸機的現代化升級。這架冷戰時期誕生的老將，不僅不會在2030年代初退役，反而要一路飛到2037年。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圖160白天鵝在閱兵式上呼嘯而過，航展上的轟鳴聲震耳欲聾。為什麼一架冷戰時期設計的超音速轟炸機，服役40多年後還能繼續戰鬥？當俄羅斯的白天鵝在航展上炫耀2馬赫極速時，這架被昵稱為骨頭的美國老兵還剩下多少真本事？當海岸線來敵的艦隊蠢蠢欲動時，B-1B 到底是海島防禦的終極底牌，還是對手口中不堪一擊的冷戰活化石？今天我們就掀開這架傳奇轟炸機的底牌，用數據、用戰史、用硬核技術，看一看被称為骨頭的巨獸到底有多麼恐怖的實力。很多軍迷朋友說起美國戰略轟炸機，第一反應是 B-2 幽靈的科幻飛翼，或者是 B-52 同溫層堡壘的百年長青，但 B-1B 槍骑兵才是這3巨頭裡最被低估的那一個。它有個非常形象的綽號叫骨頭。為什麼叫骨頭？因為它的編號 B-1 讀起來跟英文 bone 發音一模一樣，美軍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乾脆就叫它骨頭了。這個稱呼意外地貼合它修長鋒利的机身線條，像一根從天空中砸下來的鋼骨。B-1B 的故事得從冷戰說起。1970年，美國空軍急需一款能夠突破蘇聯密不透風防空網的轟炸機。早期方案是高空高速，跟蘇聯的圖 22M 逆火打對台，但蘇聯新一代防空導彈的出現讓這個計劃迅速破產，飛得越高死得越快。於是美軍工程師換了個思路，既然高處去不了，那就貼着地面鑽。1977年，卡特總統叫停了 BA 項目，將資源轉向隐身轟炸機。但到了1981年，里根上任，冷戰局勢再度緊張，低空高速突防被重新提上日程。這一次的設計目標非常清晰，不追求2馬赫的極速，而是利用地形遮蔽，在雷達盲區裡無聲無息地撕開防線。B-1B 採用可變後掠翼，機翼全開，翼展超過41米，收起翼展不到24米。起飛時機翼張開，像一隻巨鳥展翅；突防時收攏，化為一把利劍。配合地形跟蹤雷達，B-1B 可以在距離地面近60米的超低空高速穿行，利用山脊和建築物遮擋雷達視線，真正做到你看到我的時候，炸彈已經落地了。B-1B 的雷達散射截面積大約是 B-52 的1%，不是隐身，但勝似隱身。如果不看實戰記錄，你可能會覺得 B-1B 只是一堆唬人的紙面數据，但翻開它的戰史，你會發現這架骨頭是久經沙場的狠角色。1998年12月，在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動中， B-1B 首次投入實戰，但真正讓 B-1B 封神的是反恐戰爭期間，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執行的近距離空中支援任務。一架戰略轟炸機跑去支援地面部隊，聽起來像是用大炮打蚊子，但 B-1B 偏偏把它變成了自己的另一門絕活。為什麼一架設計用來扔核彈的冷戰巨獸能幹起精確點殺的精細活？秘密在於美國空軍給它外掛了狙擊手先進瞄準吊艙，並升級了 Link 16數據鏈，這讓 B-1B 的機組能在10000米高空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武裝分子的皮卡車。地面特種部隊在平板電腦上點個坐標， B-1B 就能在幾十秒內把 GTAM 精確砸進敵人的散兵坑裡。它本質上变成了一架擁有無限體力的超級戰鬥機。根據美國空軍公開的戰報，2015年到2016年間，僅第34轟炸機中隊一個單位在半年內就出動了490架次，投下約5000枚炸彈，創造了過去10年間單個轟炸機中隊投彈量的最高紀錄。B-1B 飛到目標上空後，可以在戰場上空長時間盤旋，機翼處於全展開狀態，以保持最佳的燃油經濟性。地面部隊遭遇火力压制時，只需一個无線電呼叫， B-1B 就會像老鷹一樣俯衝下來，投下精確制導炸彈。一架 B-1B 的續航時間和載彈量是戰鬥機的數倍，等於一個飛行跑兵連在天上隨時待命。2024年2月初，美國空軍再次上演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遠程奔袭，多架 B-1B 從德克薩斯州的戴斯空軍基地起飛，經過空中加油，一路飛越大西洋，直撲中東。在短短30分鐘的時間內， B-1B 編隊向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85個目標投下了125枚精確制導炸彈，精確摧毀了指揮中心、火箭彈和無人機彈藥庫。任務完成後，這些轟炸機一刻不停留，直接飛回了德克薩斯州的本場。B-1B 最令人膽寒的是它驚人的胃口。
根據美國空軍公布的数据， B-1B 的内部彈倉最大載彈量高達34噸，是所有现役轟炸機中內置載彈量最大的。它比自家的 B-52 和 B-2多，也比俄羅斯的图160多。這還沒算上外部掛架，如果極限掛載，總載彈量可以逼近60噸。那麼這座會飛的彈藥庫裡裝的是什麼？首先是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也就是 LRASM， 它是當今世界上最頂尖的隐身反艦導彈之一，射程超過900公里，具備高度智能化的自主尋導能力，可以搭載多模導引頭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在複雜的電子干擾環境中鎖定移動中的艦艇，優先攻擊高價值目標，不需要待機持續照射，真正做到事後不理。一架 B-1B 最多可以携带24枚 LRASM，24枚隐身反舰導彈同時從防區外發射，足以讓任何艦隊面臨滅頂之災。僅2架 B-1B 就能一次性向敵方艦隊投送近50枚 LRASM， 配合電子戰飛機的干擾，足以饱和摧毀任何一個中等國家的海軍主力。其次是聯合空對地防區外導彈 GESSM AGM-158B。GESSM-12 增程型的射程同樣超過900公里，命中精度在米级以內，能夠精確摧毀敵方的指揮中心、雷達站和導彈發射井等高價值目標。然而 B-1B 真正的殺招藏在外頭。 B-1B 除了內置彈倉，機翼下方還有6個被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封存多年的外掛點。現在美軍正在用載荷自適應模塊化掛架把它們重新激活。2026財年預算中為該項目申請了超過5000萬美元，每個掛架可承載5000磅甚至7500磅的重型彈藥。全部啟用後，外部掛載能力可提升 50%， 總弹藥携带量從34噸飆升至51噸以上。這意味着什麼？24枚內置 LRASM 加上12枚外掛，一架 B-1B 一次出擊可攜帶36枚 LRASM。如果配合外掛的高超音速巡航導彈，攻擊距離和突防能力將幾何級提升。2026年4月30日，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發布了一段宣傳視頻，一架 B-1B 的機翼下赫然掛載着 AGM-183A 高超音速導彈原型彈，這是 B-1B 首次被確認具備高超音速武器外掛能力，同時也證明了載荷自適應模塊化掛架已進入實戰測試階段。據軍事分析人士推演，如果2架 B-1B 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在太平洋上空執行遠程奔襲任務，可在敵方防空圈外一次性向敵方艦隊齊射72枚 LRASM， 以貼近海面的超低空飛行軌跡撲向目標。每一枚導彈都像獨立行動的刺客，不會重複攻擊同一個目標，也不會因為失去指揮信號而迷失方向。第一輪打擊過後，敵方艦隊的主力2棲艦艇將大概率失去作戰能力。這就是美軍軍事科技的核心邏輯，他們從不在乎所謂的公平決鬥，用最安全的方式，在最遠的距離，在敵人還來不及反應之前，徹底解除對方的武裝。提到 B-1B， 網絡上總有些俄軍支持者會說，俄羅斯的圖160白天鵝更大、更快、更帥 ，B-1B 拿什麼比？今天我們就在一起戳破這個流傳已久的謠言。有人會說，現代空戰都是防區外打擊， B-1B 不也是躲在遠處扔導彈嗎？圖160和它有什麼區別？區別在於戰場感知與體系融合。圖160就像一個瞎子巨人，發射完導彈就只能靠導彈自己瞎蒙。而 B-1B 的背後是美軍的太空衛星 F-35隱身戰機和 2Q-4 無人機組成的龐大網絡。LRASM 在飛行途中， B-1B 可以通過數據鏈實時為導彈更新目標位置，哪怕敵方艦隊正在高速機動，釋放了滿屏的干擾，這群智能導彈依然能像狼群一樣咬死高價值的航母和2棲攻擊艦。俄羅斯的轟炸機是一個人在戰鬥，而 B-1B 帶來的是整個美軍的殺傷鏈。根據公開報道，俄軍的图95熊和圖160白天鵝在俄烏戰爭中幾乎從未敢進入烏克蘭領空，他們只能躲在俄境內遠離前線的空域，遠遠地發射老舊的 KH-55和 KH-101巡航導彈，然後掉頭就跑。為什麼不敢進去？因為俄羅斯轟炸機的航電系統極度落後，雷達和電子戰設備大部分還是蘇聯時代的庫存。面對烏軍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和北約預警機的監視，這些體型龐大、毫無隱身能力的轟炸機一旦靠近前線，基本上就是巨大的靶子。更別提俄軍轟炸機的復產情況更是慘淡。俄羅斯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宣布恢復图160生產線，位於喀山的新生產設施。
直到2026年初才勉強投入運行。2026年1月，俄防長宣布交付了2架图160M，這是該計劃10餘年來首次有明確交付記錄。一架圖160M的現代化升級耗時長達約5年。根據公開資料，俄軍目前能飛的全部圖160系列轟炸機僅有10架左右，真正能執行作戰任務的更少。反觀 B-1B， 美軍不僅叫停了原定的退役計劃，還有45架保持戰鬥狀態，且每年投入數億美元持續升級。這不僅是數量上的差距，更是戰備率和工業能力的全面碾壓。這就是軍工思維上的代差。俄式思維做加法、加馬力、加尺寸、加紙面数據，造出來的東西看起來胖得嚇人，可實戰中卻寸步難行。美式思維做減法，減雷達反射面，減不必要的重量，減無效的急速追求，把每一分預算都花在真正能提升生存保障的刀刃上。一個靠數據唬人，一個靠實戰說話。2024年2月，俄空天軍曾派出5架图160M白天鵝對烏克蘭實施巡航導彈突襲。剛進入發射陣位，蘇35護航戰鬥機在擊落了數枚愛國者導彈後，圖160機長查看雷達告警器，屏幕上一片雪花，根本不知道是烏軍的電子戰壓制還是導彈已經逼近。匆匆按下導彈發射鈕後，龐大的白天鵝在全加力狀態下逃離，留下護航的蘇35和入侵的防空導彈糾纏。當俄軍的老舊轟炸機躲在自家領空裡遠遠地發射巡航導彈時， B-1B 已經在體系化的作戰網絡中成為了一把隨時可以刺出的尖刀。說到這裡，我們來看看2026年關於 B-1B 的最新動態。根據2024年美國空軍公布的預算規劃，空軍已明確將 B-1B 的退役時間從2030年代初推遲至2037年。2026財年預算中，空軍為外部重型掛架計劃申請了超過5000萬美元，用於推進載荷自適應模塊化掛架的採購和測試。B-1B 不僅在性能上持續升級，機隊規模也在死而復生。美國空軍不僅叫停了 B-1B 原定的退役計劃，甚至還從亞利桑那州戴維斯蒙森空軍基地的飛機墳場裡挖出了一架早已退役的 B-1B， 重新起風，讓它回歸现役。這架飛機代號叫蘭斯洛特。2024年，當另一架 B-1B 在德克薩斯州發生發動機火災嚴重受損後，美軍面臨一個選擇：花天價修那架燒壞的，還是去沙漠裡挖墳？最終結論是去墳場。這架編號86-0115的轟炸機2021年就已退役，原綽號狂怒，被存放在第309航空航天維護與再生大隊，屬於2000型可回收封存狀態。2024年7月，它被拉到俄克拉荷馬州廷克空軍基地，超過200名空軍士兵和文职人員投入了近2年的修復工作，更換了500多個部件，完成了系統大修和結構修復。2026年4月22日，這架飛機以新綽號天啟2號離開廷克，飛回德克薩斯州戴斯空軍基地。這個新名字致敬了2戰期間在緬甸上空被擊落的 B-24轟炸機天啟號的機組。新塗裝、新番號、新使命。被復活的這架骨頭如今正在維修車間裡重新獲得生命，準備接替那些損耗嚴重的兄弟，繼續執行遠程奔襲任務。這不僅是美國空軍對這型飛機作戰價值的最高肯定，也是對全球任何一個潛在對手發出的明確信號。這架冷戰時期的刺客還沒有打算交出手中的利刃。為什麼美國空軍寧可掏錢延壽，也不願早點讓 B-1B 退休？因為 B-21還沒有完全形成戰鬥力。在這段轟炸機空缺期裡， B-1B 是唯一的超音速遠程常規打擊平台。B-52太慢， B-2太貴，只有骨頭能扛着幾十噸彈藥，以超音速低空突防。它是填補戰鬥力關鍵的空白棋子。這就是美國軍工體系的務實之處，他們從來不迷信最先進，只選擇最適合。當俄軍還在為圖160M的產能不足焦頭爛額時，當他們的白天鵝因為航電落後而只能在閱兵式上刷存在感時，美軍的 B-1B 已經在戰場的夜空裡投下了成千上萬枚炸彈。我們可以想象到一個場景，俄軍的图160M 飛行員在駕駛艙裡看着黑白屏幕，手握生锈的发射按鈕時， B-1B 的机組人員已經在用最新的數據鏈和瞄準吊艙為地面部隊清除最致命的威脅。這不是誰飛得更快的問題，這是誰能打贏戰爭的問題。關於 B-1B 槍騎兵轟炸機的分析就到這裡。各位覺得，如果搶灘登陸戰中敵軍真的不顧一切，冒着飽和攻擊的風險強行發起進攻， B-1B 的防區外反艦打擊能力能發揮多大的決定性作用？以俄羅斯目前僅有的10餘架图160M，面對美軍完整的轟炸機打擊體系，他們還有任何还手之力嗎？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各位的想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點讚、訂閱、轉發。我們評論區繼續聊，下期再見。